是好事，但对公主不是。若公主当真和亲而去，来日与大越开战，她就会第一个死。你怎么知道一定会开战？因为薛处断尾求生，公主和亲已成定局。还望谢大人，顾念当年上京途中，雪宁对您未谢之恩，以我一命换他一命，放他一条生路。可上一次我以救人恩情胁迫他放过张遮，这一次或许也能用这唯一的恩情恳请他相助。您曾告诉我要与命运抗争，就算已成定局，为了殿下我也要试一试，哪怕会有杀身之祸。是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您曾说过对雪宁的百般照顾是为着4年前的救命之恩，雪宁知道阻止殿下和亲一定会给您招惹来麻烦。我并非此意。此事牵连过大，雪宁一人无法力挽狂澜，只得挟恩迫于您。只要殿下能留下，你我2人之间便互不相欠，恩怨两清。住口！你就这么不想跟我有一丝瓜葛？我不是。沈芷依，我会替你留下，但这句话，我不想再从你口中听到。雪宁告辞。殿下，其他的伴读都已经来告别过了，你也在这儿站了许久了，嘉儿姑娘或许有事来不了了。她会来的，一定会来的。显妃既然换了守卫，定会有其他防备，留给你和公主单独相处的时间恐怕是不多。无妨，待见到公主之后，我会见机行事。替身我已寻好，他会提前安藏在明凤宫。酉时3刻，公主凤驾出宫，你最晚在酉时1刻，务必将人换好。我的人会助公主从顺贞门离开，这一去，她就不再有公主身份。你确定能说服她？公主曾对我说过，她向往宫外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她一定会答应的。殿下，时辰不早了，圣上跟太后娘娘已经前往太极殿了，你也该准备准备前去拜别了。殿下！殿下，时间紧迫，我长话短说。一应事宜我已安排妥当，我现在就替您改头换面，让人悄悄带您出宫。1刻钟后，明凤宫会有一场大火，到时一切都会化为灰烬，连尸首都找不出，从此世上再无乐阳公主。您出宫以后，天高海阔，自由自在，想怎么活就怎么活。殿下，宁宁，我不能走。殿下，您那日在白果寺说过的，
不想生在帝王之家，想要逃离皇宫，去寻那海阔天空的。沙宁宁，那些都是酒后的玩笑话，怎可当真？怎么会呢？您出宫来寻我，不就是不愿意和亲吗？既然不愿，为什么要去？我都安排好了，您只要逃离这四方宫墙，就能摆脱不由之命。你为我安排这么多，我很开心。可是宁宁，这天底下谁都有资格逃走，可唯独我不能。还记得谢先生曾在课上说，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实声名高，为声名己。公主的尊位，皇室的尊崇，这并不是从天而降。天下赋税，万民徭役，锦衣玉食以供。我在宫中素行骄横，所知不多，也是那日你带我看了京城，我才真正明白的。我若走了，和亲不成，战事必起，国有大贼，忠良无忌，战岂能胜？皇族倾覆事小，黎民受苦最大。不管朝廷内里如何坏朽，我终究是大钱的公主。大钱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大钱，凭什么让你一个人去承受？殿下，你要是嫁去了大越，你会死的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这么深明大义，你当一回坏人吧。我哪里是深明大义啊？我是害怕，我怕我逃走了，只会沦为一介畏首畏尾的懦夫。我怕逃了这责任，他日这天下生灵涂炭，我在婴孩的哭声中挺不知脊梁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殿下，我带你出宫，我带你走。我意已决，去国万里，归途遥遥。你别哭着送我走，好吗？你曾对燕林说过，他来日一定会成为叱咤疆场的将军。这一次，也祝福我，好不好？待得他日，燕林率大钱铁蹄踏破大越之时，带着这破故土，再来迎我，还于故国，归于故都。宁宁，别哭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再为我化一次落英妆，可好？昔日你告诉我，只要内心足够强大，便可以无所畏惧，无人能伤。宁宁，我现在是什么都不怕了，你也不必替我担心。殿下，
圣上跟太后娘娘移至太极殿，您也该过去了。宁宁，往后我不能再护着你了。以后你莫要再冲动，我不在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保护自己，知道了吗？我走了。殿下，我答应你。我向您允诺，他日铁蹄踏破大岳之时，我将带着这抔故土，迎您还于故国，归于故。母后，大越亡我大前之心未死，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再次回眸？让芷怡远嫁，这是要他的命啊！母后，求您和皇兄收回成命吧。如今圣旨已下，你让哀家怎么办？难道去驳斥圣旨吗？母后为了二哥娶妻，为了薛家大计都能驳斥皇兄，到我这里便不可以了吗？芷怡啊，你是大前的公主，就该有公主的担当。二哥，不必求他。父皇在时，母后只关心皇兄；后来皇兄继位，母后又为了薛家大计只在意二哥。我在母后心中又算什么呢？你也是哀家的亲生骨肉，难道哀家不盼你好吗？若不是薛叔在你皇兄面前谗言献媚，和亲之事也不会闹得如此这般没有回转的余地。薛叔能有今日，说起来也是母后一手栽培的。我有今日过，您就没有半分责任吗？芷怡，权位荣华，说起来只是过眼云烟。只盼来日，母后能明白这一切。芷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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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就这样被送去和亲，我再去求皇兄。该说的该求的，你都为我说了多少次了，没用的。皇兄不会轻易下旨，一旦下了便无法更改。二哥，你自己的事已经够麻烦的了，就不要再为了我去惹怒皇兄和母后了。可是你的选妃之日马上就要到了，二哥还是先想想怎样才能不辜负人家江姑娘吧。我们两个若没有生在帝王家，就做一对普通兄妹，那该多好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圣上已经下旨，定了长公主去和亲了。实在窝火，你说说，大钱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？不过最近很多人都在传要薛家姑娘去和亲，怎么突然就定了长公主？薛姑娘，人家现在可是圣上的贤妃了。再说了，薛家树大根深，谁知背后又使了什么手段？你可想好了，
当真要帮江雪娘？阻止和亲做不到，但可另想法子。这可是公主和亲，你有什么法子呀？我问过礼部了，和亲定在3月21。公主于太极殿拜别之后，便会一路出京，由禁军护送北上，而后再与大越王子在草原上行合卺之礼。若是在宫中动手，牵扯过大，易被发现，所以我让刀卿寻一死囚带在路上，于途中偷将公主唤出来，再放火烧了车辇。届时死无对证，世人皆会以为公主丧身火海。哦，这个办法好。如此一来，也可绝了朝廷寻找公主的后患。不过，这和亲未成，大越焉能善罢甘休啊？放心，我会让刀卿伪装成大越人去放火，到时候他们百口莫辩，就算是想开战，也会受到天下人的口诛笔伐。而且，倘若真的开战，朝中并无可用之帅，届时正好借机迎回咽喉。你这到底是为了帮江雪宁，还是为了完成你自己的计划？有什么分别吗？若你二人只是合作，自然没什么分别。不过要迎回咽喉，只需要杀了沈芷衣，挑起两边战乱不就行了吗？你冒这么大风险为他救公主，但凡中间出了什么差错，这么多年的布局可就毁于一旦了。哎，这天一亮啊，选妃之日便到了。看来咱们慧姐儿是铁了心了。常言道，女大不由娘啊，自古以来都是这样。也不仅是她一个人如此啊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，把他们给惯的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们一直都是独善其身的，你这次怎么会敢跟薛氏硬碰硬啊？是，夫人，是我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不过夫人呐，这女儿们都长大了，她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咱们堵是堵不住的。啊，就像这月亮，它的阴晴圆缺自有定数，我们是改变不了的。母亲，姑娘，走吧，别误了入宫的时辰。太后娘娘，要说江家那大姑娘啊，端庄大方，那学识和人品也是极佳的。殿下要是选了她，绝对称心如意。再说了，您和圣上不也亲近了吗？快回去坐吧。是。皇后娘娘到。见过太后娘娘。她怎么来了？回母后，这是圣上的意思。哼，看看哀家的好儿子，好侄女儿啊。薛姑娘当真做了贤妃了，看来传言不假呀。
这事儿与我没什么关系，我就来走个过场。我早晨出门的时候算了一卦，今日的时辰不太吉利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倒霉蛋当选。临淄王到。殿下今日就要抱得美人归了，为何还闷闷不乐？殿下选中心仪之人，只需将代表正妃之位的牡丹赠予便可。至于侧妃，则赠予乐器。那个江雪慧牵扯风波太多，绝不能给她正妃之位。明日只能给她个侧妃，这是哀家做的最大让步。母后，若不能娶江雪慧为正妃，那儿臣宁愿一生不娶。你个混账东西！母后息怒，胡闹！你要知道，你是临淄王，没有任性妄为的权利。母后愿意让江家女进你府中，这已经是格外开恩了。母后，江雪慧究竟是哪点不好？您为何对她如此大的恶意？她错就错在，居然能够让你忤逆哀家。你是哀家几个孩子中最为听话的，却为了一个女人牵扯出这么多事端来，你让哀家作何感想啊？哼！既然不愿意选妃，你就在这儿跪着吧。母后因为薛贤妃的事已是气得厉害。二弟啊，在你成婚之后就要分府令住的，正妃侧妃有那么重要吗？来，你真的以为朕想纳薛叔，你拒了薛氏女为妃，薛家颜面扫地，定国公心生怨愤。薛家掌握着兴武卫多年，纵然被揪住了几桩旧案的把柄，但也没有查到什么实证。况且薛家在朝中势力盘根错节，轻易撼动不得。朕纳薛叔，既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平衡朝堂势力。是我给皇兄添麻烦了。二弟啊，你要明白，今日母后给的是宫花，可若你执意选江雪慧做正妃，那赐下的便会是毒酒了。对不起。事在人为，若没试过，又怎知道不可以？只要你愿意参选，愿意踏出这一步，余下的路自由我来走，好吗？江大姑娘，这是要拒绝赐婚吗？你可要想仔细了。江姑娘，年少不知愁，花间月下品菊酒。看尽昨日花开，就当明日花。谢临淄王殿下恩赏。姐儿，正妃还没选呢。以为握住眼前就可以
牵肠一场。昨日青丝，今日血，如梦一场。我明月相随3000里，相思全不能忘。半世痴香，一个人还。早知今日出门时辰不对，果然到了谢梅了。只为换一滴泪，在心中才不忘。大姑娘真惨，侧妃说的好听，其实就是妾。正妃用牡丹，她却只能用月季，处处都得低一头，想想就心疼。走吧。很早以前，我就在白果寺给婉娘封了盏灯。当我即将嫁入王府，怕不能适时而出了，为免她孤苦，我特求了父亲母亲，将此灯接回。我做了这么多努力，最后却换来这个结果。现在你应该开心了吧？以往我的确是嫉妒你，憎恶你的。你用了我的身份，占了我的亲情，享了我的富贵，可我却偏偏什么都不如你。我处事笨拙，易躁易怒，越想做好却越做不好，反而叫旁人看起。可最近一段日子，我发现我娘待你好，却也处处约束着你。满京城的大家闺秀，人比人，倒叫人不敢犯错。我便想，若是我想那荣华富贵，占那亲情身份，却要过这样无趣的生活，做如此凉薄之人，我是怕心不甘，情不愿。难道你在那乡野间，就能心甘情愿吗？你想不想知道婉娘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其实你一点都不像她。自我记事起，她就是一个很有脾气的人。那时候我们住在乡间，因为是被府里赶出来的，所以有很多人欺负我们，说一些风言风语。我很害怕，可他都会从屋里走出去，笑着一句一句骂回去。别跟他废话了呀！哎呀，你就走，搬出去搬来的人，什么人？走，我们穿着规矩。嘿，走。你敢信吗？即使在那样的穷山恶水里，他依然每天都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。就算是用最劣质的脂粉，他识文断字，教我读书，教我算账，还告诉我人要有自己的傲气。那时，婉娘是我所能见到的最不一样、最漂亮，也是最厉害的女人。可她看我的眼神有时却很出离，仿佛是在透过我看着另一个人。真漂亮。府里的人不让你回京城没有关系，总有一天我会带你回去，给你买最好的胭脂和衣裳，让别人再也不敢欺负我们。
你要想回京城，你一个人滚回去好了。直到后来，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回想着以往的一切，才明白他为什么喜怒无常，又为什么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。他不想回京城，或许是在害怕，怕回了京，真相一旦暴露，我会不要他，更怕误了你这亲生女儿的大好前程。婉娘临去前拉着我的手，让我一定要把这只镯子给你。她走的时候，我死死攥着这只镯子，哭了2天3宿。等我到了京城见到你，我便想，就算我死了，这只镯子我也不会给你。若我是你，或许我也会如此吧。他不算对得起我，可我却对得起他。他的遗愿我兑现了，该还给你的我全都还给你。路你既然已经选了，那便好好的走下去。侧妃又如何？还能比你我这互换身份的处境更艰难吗？如今江雪慧的人生已与上一次不同，那公主的结局也一定可以改变。这次还有些微相助。